饶雪漫这个操作，你知道会让我突然有些疼痛。但是告诉大家，作为一个专业主持人，咱忍着疼痛，要和大家说一些重要的事情。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好肉熬出鲜，感谢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。怎么喝都好嚼，怎么嚼都好喝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。我们之前呢，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那些花的主咖的提名活动，非常感谢微博网友积极参与。大家提名的嘉宾就包括了容祖儿、黄圣依、张萌。你看，突然我们发现，哎，我们节目好像还有点面儿啊！不负期待，来到了我们这个主咖来赴这场主咖之约，也欢迎大家继续带话题。主咖明人不说暗话，主咖和他的朋友们提名您想看到的主咖，说不定下次录制就会看到他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下一个要上场的，我们很多人心中的女英雄张伟丽。我俩上次一块录过节目，上台之后就给我一个公主抱，想再来一个把吗？我当年我一个将近50岁的老同志，头一回被人举高高，很害羞。咱们今天谁都不许晃，什么还想要？咱们今天谁都不许晃，不许起哄。来一个，想看想看。不是，好，伟丽，上来直接讲，好吧？有请托举过我的张伟丽。抱一个！太帅了！今天实在太开心了，我这坐在下边听大家说脱口秀，我这个脸这个苹果肌，还有我这个脖子上这根肌肉，全是特别笑都僵了。今天我觉得我训练量已经到位了。好，下面步入主题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张伟丽。上高老师啊，好久不见。今年我见您儿子比较多啊，因为上高老师的儿子一直都在我们拳馆训练。对，但是你别担心啊，今天录完这个节目呢，回去呢，我准备给孩子留点家庭作业。什么像这个裸脚啊，这个十字固啊，断头台呀，这些招式呢，回去呢家长都要配合一下啊。今天呢是中女专场，我们还是聚焦在女嘉宾上啊。饶雪漫被称为青通亲，我的普通话也被带偏了。被称为青春疼痛文学女王。据说女孩在学生时代都看过您的书，哎，我就没看过，可能是因为我上的是这个武校吧。还青春疼痛，失恋能有多疼啊？再疼能有拳头打在脸上疼吗？我跟你说，青春真正疼痛的不是文学，是武学。当时我这耳朵呀，每天都被打得嗡嗡的，我已经好久没有耳鸣的感觉了。直到我今天遇到张萌，追着吻，我问老师加个微信，下次我找你拍戏。老师加个微信，下次我找你拍戏。给我这个摇闪都逼出来了。我这放右耳朵，他攻我左耳朵；我放左耳朵，他攻我右耳朵，比乔安娜都难防。张萌姐实在是太外向了，我不行。之前我刚到国外打比赛的时候啊，就是赛前放狠话这个环节呢，对面的外国选手哔哩吧啦说了一大堆，我就说了一句 shut up。 网友都说我冷酷，说我帅什么的，其实真不是，因为当时我就会这么一个英文单词。我不是那种人，
人狠话不多，我单纯的是人狠文化不多。鸟鸟呢和我正好相反。鸟鸟都行。鸟鸟和我呢，他正好相反，他属于是呢，人不狠，他文化多。鸟鸟真的太内向了，我跟他说啥他都说好，特别好。要是能遇到鸟鸟这样的对手就好了，我俩往八角笼里一站，我说我要 KO 你，鸟鸟肯定也是 KO 我吗？我 OK。我 OK。容祖儿、张萌萌、黄圣依都去过乘风破浪，节目组呢也邀请过我，我没去，因为我当时这个看了一下名单啊，我一看这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今天呢，我为啥来到主咖呢？也因为看了一眼名单，步惊云，这个人应该能打。当然这都是开玩笑啊，我哪能都见谁打谁呢？我也会累呀。我们格斗选手呢，也不是每时每刻都能保持斗志。每次啊，这个训练累到不想出拳的时候，我就打开黄圣依的综艺，我立马就有了斗志。圣依可以收我的金腰带，有一半多亏了你，另一半呢也多亏了你的另一半。其实啊，这个结婚离婚什么的真的无所谓啊，我是非常向往恋爱的。前一段时间呢，我在网上就是随便提了一嘴，结果呢，很多人都给我发私信，然后私信爆炸了，说伟丽，我不想努力了。为什么这些人给我发私信的人颜值就这么一般？一般。我重申一下啊，我要的是颜值能打的，我不是想看颜值看了就想打的。格斗呢只是我的事业，其实生活中呢，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，也有非常脆弱的时候。遇到喜欢的人呢，我也会撒娇，毕竟我最擅长的就是小拳拳捶于胸口。很多网友都说呢，我会家暴，感觉我婚后呢会随便打老公。我怎么会随便打老公呢？肯定是老公不听话我才打他的。美丽太好笑了，好好啊，他讲的好好啊。开玩笑啊，家暴肯定是不对的，肯定不对。我没练武的时候呢，我家人呢就担心我被家暴。等我拿了冠军呢，网友又开始担心我家暴别人。为什么我的家里就一定要有暴力呢？大家放心，我分得很开，不会把工作带回家的。我也尝试过改变自己的风格，穿裙子呀，穿高跟鞋啊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实在是太别扭了。我觉得女生想穿啥就穿啥，每个女生她喜欢的就是不一样的。有些女生喜欢穿裙子，有些女生呢喜欢穿裤子。反正我最想穿的是金腰带。这草量级的金腰带啊，我穿了5、6年，我也想换条银量级的穿，那不是舍甫琴科不让吗？舍甫琴科是我穿衣自由路上最大的绊脚石。今天呢也算是个吐槽比赛啊。我以往呢每次比赛前呢，我妈都会为我祈祷，不光为我祈祷，还会为我的对手祈祷，就希望我们能平平安安、开开心心的。如果今天有哪位不开心呢，也是正常，因为平时我妈就帮2个人祈祷，不要受伤。但今天台上的人实在太多了，她可能祈祷不过来。最后呢，谢谢我妈，也谢谢大家，我是张美丽。太好了，节奏好好啊，特别好，真的。好舒适。脸放。美丽，哎，我今天挺开心的。哦，应该是你的妈妈帮我祈祷了，哦，是安全。所以在这要感谢伟丽的妈妈，让我今天很开心。下一位要上场的
鸟鸟啊，鸟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就是姜子浩啊，就你这个破普通话呀，你看把这个场上带的什么风气了，知道 ？Sorry 了，不像话啊！下面要上场的鸟鸟。鸟鸟是我们节目的编剧，写过很多很犀利的吐槽，但是给别人写和自己当着别人面说是不一样的。给别人写肯定是越狠越好，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些当着面要说了，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礼貌问题？掌声欢迎鸟鸟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鸟鸟。这期我们前采嘉宾觉得自己像什么花，张伟丽觉得自己像仙人掌，黄圣依觉得自己像竹子，所以其实我们这期的主题是那些植物。其实张绍刚老师也在啊，但没有人问张老师像什么花啊，只有人问张老师像什么花。黄圣依啊，最近在上中欧商学院上课，很有成果。采访的时候给我们同事讲博弈论、囚徒困境，也没有人问他，自己就开始讲了。多好，我们中女不用依靠什么总裁，我们自己可以直接油腻。张萌姐啊，在红毯直播的时候加杨幂微信啊，杨幂以没带手机为由婉拒，萌姐在镜头面前追问人家微信号，杨幂实在没有办法，说找个中间人推一下吧。萌姐，你这么爱加人微信，我知道一个人，他有6个手机，你一次可以加他6个微信，你找中间人推一下吧。算了，不用了。张萌曾获得04年世界小姐比赛中国区的冠军。哦，同年比赛的还有神奇女侠盖尔加朵、Wonder Woman 啊，而张萌这个 woman 则不禁让人 wonder， 她是怎么做出9重子的？张萌明明很漂亮，但总有网友说她长得有一种很容易抢别人老公的感觉。但人家张萌的婚姻其实挺幸福的，现在就没有这种说法了，因为已经不流行抢老公了。现在大家都很谦让，平时说的最多的就是你老公，你老公。张伟丽没什么可吐槽的，我很喜欢。他说过，比赛早早结束才是对对手最大的仁慈，不忍心看对手血肉横飞。不得不说，在所有残忍的人里，你是最善良的一个。在张伟丽的字典里，长痛不如短痛，短痛不如打晕。对手都说张伟丽一过来，我一下就感觉不到痛了。时间也过得很快，一转眼3天就过去了。你看看，谁说世界上没有时光机，是吧？那种活得很辛苦的朋友，你们就来找张伟丽。一拳28号，再一拳1号，再一拳，哇，2027年了。张伟丽在草量级拿了金腰带，决定增重升一级，参加营量级的比赛。营量级的体重上限是56.7千克。我的体重也是56千克啊，所以我是一个营量级的脱口秀演员。而且女选手最重也就是羽量级，多么友好的说法！要是女装型号也按这个区分就好了，以后我就这么说啊，我是梨形身材，请给我一件草量级的上衣和营量级的裤子。
张伟丽体重56千克，我也56千克。张伟丽是 I 人，我也是 I 人啊。张伟丽准备比赛会哭，我也会哭。唯一的区别是，网上没有人问普通男性能打得过鸟鸟吗？这话说的，普通女性也打得过，但我也不怕，因为打我要住进4角龙。饶雪漫老师，著名作家，我看过饶雪漫全集。当然，如果不是录节目的话，我平时都说我喜欢卡夫卡。饶雪漫小说的主人公名字都很有讲究，是吧？优诺、依兰、莫醒醒、黎巴拉，他只从百家姓倒数那几页起名字。赵钱孙李不够青春，周吴郑王不够疼痛。但我们也应该知足了啊，他至少没拿自己的名字当女主。对，饶雪漫是他的真名啊，这个名字起的感觉他5岁就会制造金句。4岁是一场会痛的蜕变，因为要上幼儿园了。饶雪漫的女主角都很瘦，都有饮食问题啊，暴食症、厌食症、交替性暴食厌食症。里面的男孩就总给这些女孩买零食，这些女孩又吃不下去。我呢，很爱吃零食，但没有人给我买，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啊，总有一天我也要得肠胃炎。有人说不喜欢青春疼痛文学，觉得这是无病呻吟，但我觉得他们并不是觉得青春期无病，而是羡慕年轻人疼了还能呻吟。成年人有病都不呻吟，大部分时候就像黄圣依一样，即便载着那谁在高速上连开7个小时，也能做到情绪稳定，因为心已经死了。开玩笑，我还是觉得黄圣依老师很有社会责任感，一边离婚一边不忘消除对女司机的刻板印象。比违心的夸奖一个坏人更难的是吐槽一个完美的人。黄圣依、容祖儿、张伟丽，你们都有点太完美了。说实话，不是很欢迎你们。但萌姐你不一样，这就是你的家。我回家看看。对不起，萌姐，你也非常完美。平时总是您给别人道歉，今天也让您尝尝被道歉的滋味。我们确实更欢迎那种槽点多的嘉宾，这样拍出来的效果好。但我也能理解各位的谨慎，因为舆论对女艺人真的挺苛刻的。我们盼望有一天女艺人能放心地展露自己的弱点，并且可以被包容。到时候请一定要再来我们节目，我们要狠狠地吐槽你们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鸟鸟。太厉害了，让你听着怎么就那么开心？再次感谢鸟鸟的表演。而且刚才鸟鸟说，有那么一天，如果到了那一天，鸟鸟还要在现场，还要用更大的力度去吐槽他们，好不好？来，截止到现在，我们所有嘉宾的表演都已经结束了，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8位表演嘉宾。朋友们，以前我每期结束了之后不是要选 Talking 吗？今天我们叫 Talking。我这么说大家能听出来，就是有的人就不参与投票哈，好不好？好。台上我们一共有7位嘉宾，请观众朋友拿出手中的投票器，谁说的最好，投给谁，跟随你的内心。来，各位请。
结果了。究竟本场谁会获得 Top Queen？ 请看大屏幕。哎呦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哎呦，真的好，真的好。海天豪勇，先豪，Top Queen 真材实料，恭喜张伟丽获得本场 Top Queen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受宠若惊！邵刚老师，你好，请豪豪来为伟丽颁发 Top Queen 奖杯。我天哪！谢谢豪豪，来伟丽感言。感言。对，我天哪，我没想到，我一个运动员，然后我来到这儿，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脱口秀，然后我也因为脱口秀，我觉得特别可以给大家带来欢乐。然后今天我觉得大家都没想到大家都投我，知道吧？然后我特别，谢谢各位。然后让我感觉这个现在脸特别烫。然后希望我来这儿可以带给大家欢乐，然后也特别开心可以再上邵刚老师的这个课。我回去把这孩子作业给剪掉。好的，谢谢伟丽，谢谢伟丽，你来到这个节目，我们更开心。是，然后也感谢各位老师，左儿姐，我这个普通话挺好的，就是。谢谢。来，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张伟丽。谢谢。感谢各位，感谢。现在我们也请所有的嘉宾都来到台中来。各位，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中女专场，在场的花儿们个个都在打破我们以往的刻板印象，活成了独一份的精彩，也让我们看到中女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，想活成啥样就活成啥样，自己说了算。新春佳节马上就要到了，在这个充满爱和团圆意味的时刻，让我们一起祝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！我们再次感谢今天所有嘉宾的表演，希望大家都能像花儿一样，新的一年活出新的色彩。想看哪些狠角色，来到主咖和他的朋友们，关注效果公众号和小程序许愿，还有更多演出等着你。场上没出完，后台更精彩，别走开，后面有彩蛋。震惊，我语无伦次，然后双脸发烫，你知道，两个脸蛋特别烫，然后耳朵也烫。我怎么成 Top King 了呢？谢谢各位。实至名归，因为他上去非常自然，非常轻松。伟丽是有无限可能性的，又能演戏，又能打拳，又能讲脱口秀，哇，我觉得她好厉害啊 ！MVP 型的中女。容祖儿非常有韧性，又非常独立勤劳的一个女性。她太努力了，她很热爱舞台，就她散发出来那种热爱跟魅力，这太有感染力了。这个人，张萌姐非常有意思，直言直语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学习这种性格，别扭扭捏捏的，直接就咔嚓俩段的。该想加微信加微信，要电话要电话，就得这样。然后雪漫也是陪伴我们成长的一个作家，感觉很亲切。雪漫有一点特别好，就是雪漫一直是青春疼痛，我觉得不如说一直是跟青春在一起。何圣依很有勇气，为了让自己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生，鼓起勇气去做出一些选择。黄圣依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蜕变，希望在重新开始了之后，做更快乐的、更能主导自己命运的自己。其实我刚听完这中女以后，我这心里咯噔一下。
我当时觉得妈呀，我都中年女性了吗？我觉得我还是个孩子呢。孩子呢？我身边有很多岗位，尤其是重要的岗位，都是中女。就中女现在真的是撑起了半边天。有些说法可能会觉得说只有年轻才有追逐梦想的权利，但是其实我觉得中女的这一个群体，她们一直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奋斗着。我自己不太特别想把自己归到某一个框架里面，因为人在每一个阶段，它都是一个重新重启的状态。其实只要用一种打开的心态去迎接这个属于你自己的年龄，你就会有很多新的收获。活到现在，我觉得人生拥有一些选择的权利，这个真的是要到了某一种年纪的时候，才会有这种勇气跟决心。你知道人生走到一半了，你还有下一半。欢迎大家都来到中女时代，永远做最自由的自己。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。欢迎来到优酸乳嚼柠檬带来的那么问题来了。这个环节呢，伟丽我是嘴替，因为真正这个环节的那个话事人其实是范老师，但是范老师请假了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哪一场比赛被揍的最疼还记得吗？其实最疼的是我跟Joanna一番战，是真的，那个打的其实他也很痛，我也很痛。就当时我的脚受伤了特别长时间，有半年吧，一直疼，走路也是痛的，每天落地都是痛的。首次相遇，对，双方都对面目全非，双方都面目全非，是都回去都妈都不认识了。来下一个问题，伟林，请问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？为什么？我哭的太多了。你哭的比较多。对，我上次比赛完了，我本来是没哭的，但是我听我妈一给我打电话，哎呦，绷不住了。就那个时候就不能接家人的电话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在我家人面前一直要表现的那种特别坚强，然后独立，然后不会那个受伤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也希望我把我最好的一面让他看到。但是他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哎呦，我这个心呐，真的。但是他真的一句话就把我就说明白了，他就说挺好的。你也没受伤，他也没受伤，你也没丢腰带，他也没丢，不是挺好吗？行，挺好，就是这样。不挠，说了3个，挺好。对，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现在呢你在学跳舞啊？是，跳的不咋地。早就有人说，你自己今天也说到了，浪姐也反复找过你，你会不会去参加浪姐？我觉得我现在还没准备好。你要啥准备啊？那你不得能唱能跳啊？我觉得就是说，我们得做一行像一行，就是说，如果你选择这个事情想去做，那我肯定要投入的。如果你上去只是为了上，然后没有去热心的，就是细心的去准备的话，我觉得不行。所以就像面对我们比赛一样，要备战。我们也期待，伟丽在歌舞的演艺事业上，能够让我们耳目一新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么问题来了。再次感谢张伟丽今天的问题和回答，大获全胜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邵刚老师。情人节送鲜花这场戏的男演员还没定吗？赶紧去帮我找一个183以上的阳光可爱的。哎，不但阳光，随声响呢，反而还挺优雅。就你了。嗨，原来是淘宝闪购来送花的。淘宝闪购情人节鲜花69元起，买鲜花大牌礼盒都上淘宝。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蚝肉熬出鲜。感谢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，怎么喝都好嚼，怎么嚼都好喝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。春季换新不用愁，天猫新货啥都有。感谢承包你春季购物车的天猫赞助播出，这么全面，这么营养，飞鹤专为宝宝着想。感谢重磅升级，营养更全面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。欢迎我们今天的主咖财神，研究财神，我是科班的。嘿，dollar，祝各位发大财，30快不快乐，初5说了算。马年有马内 ，money home，财源广进，身体健康，财神爷打钱，恭喜发财。
欢迎各位文艺界的朋友来到主咖和他的朋友们。我们北京老头要脸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四合院主人。成本不一，躬耕于蓝翔。你敢想象诸葛亮在城楼上跳扫腿舞？呼兰应该是金男郎。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，但不要讹我。真想像他们一样放纵的活一回。今天的录制大家感受怎么样呀？我就觉得找到了我的下个戏的男主哎。是吗？谢谢。这是张绍刚了。我们今天呢还准备了一个复盘环节嘛，赚到哪一个就分享一个今天关于这个词的故事。心虚，今天拿到 Queen 了，你心虚了。对，最后一瞬间我真心虚了。我们来到最后的环节了，就叫你说我画他猜，3个字。画嘛，我这画成啥样的？我天哪！有一种传，他们又说答案了。哎呀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监督员容祖儿，你看着长兵吧。太混乱了，这个语言系统咱们。西北都听懂粤语的喽。今天真是兴奋的一天呀！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蚝肉熬出鲜。感谢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重磅升级久维营养全覆盖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。打开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，点击底部节目活动图标参与互动 ，call out 喜欢的演员上台咔咔。每周六中午12点来腾讯视频看主咖和他的朋友们，爆笑满满。周日惊喜加更上桌吧主咖，更多幕后内容打包享。每周一陪看加更，主咖陪你看，超多内容享不停。周间不定期幕后花絮，惊喜连麦等你发现。他们在我左边吵，在我右边闹，小动画片里那兄弟遥控器找不着。Hey bro， 非有 my VP 是 N 了，人们沟通的方式不用非得吵。那年将是最后一排，或许我们都站。微博进入主咖话题页，选出本期你心中的微博 Talking。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工作学习生活用百度网盘，美好有我全盘掌握。快来水果汤圆，吃喝玩乐聚会超好玩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合作伙伴新浪新闻、立立成传媒、讯飞输入法、知乎、鱼库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讲个段子让你笑，心里的词汇变小。我们不一样的门票比较，让热血留在了不同频道，用真诚换来理智的拥抱，用沟通打破去心里的桥。啦啦